你知道吗？我就在心里觉得说，我想要一个，我就这样想了，可能有1个月吧。有一天就在回家的路上，直接在地上看到它，直接在地上捡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显化小物。显化小物真的超简单的哦。其实我平常真的是很喜欢显化小物，因为呢比较没有压力，而且又会很有成就感，同时又可以训练吸引力法则的 muscle。今天呢，我会讲几个小故事，再跟大家讲几个注意事项，还有常见的 Q&A， 这样子你看完这个影片，马上就可以开始显化咯。那我讲一下，如果呢东西是你自己用买的，其实也算是显化哦，因为显化物品的时候呢，东西会从各种不同管道来，那用金钱交换也算是一个管道哦。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很多东西啊，很多垃圾啊，那恭喜你，代表你就是显化高手哦。这个故事是网友明莹分享的。他说啊，有一次他在某一个平台看到有一个抽书的活动，刚好那本书是他很想要的一本书，所以呢，他就参加这个抽书活动。他就在那个平台上留言啊，然后加个好友啊，这样就参加抽书活动了。那因为他真的很想要那一本书，所以呢，他就先去网络上看一下那个书的封面，然后把那个封面的图案呢，深深的印在脑海里面，记住那个样子。然后呢，他再找一本差不多大小的书，然后拿着就装作是那一本他想要的书，然后就这样感觉哦，好像已经拥有那一本书了，然后他就有那种非常非常开心已经拥有的那个感觉，然后就在那边想象一下子，然后就这样子。过几天之后，那个平台就真的联络他，说他抽到那本书了。现在呢，他就把那本书也放在书柜里面看得到，然后就时常可以提醒自己说吸引力法则真的很厉害。他用的方法呢，就是想象你已经拥有这个东西了，再加上非常非常开心的感觉，非常高频率的能量，那加起来之后就会很快显化这个东西。再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显化九马龙香水的经验。好几年前啦，我那时候周末都会去逛街，我都会去一间 Sephora， 它就是一个连锁的美妆店，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。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我没有看过的九马龙，因为我平常不太会用香水，所以我对香水的牌子也没有什么了解。那我看到它，我就觉得，诶，这是新的牌子吗？还是原本就有的？其实我搞不清楚。那我就看到它，觉得很好奇，就很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。所以我每个礼拜周末就会去 Sephora， 固定去看它一眼。我看它的感觉就是一个欣赏的角度，觉得这个瓶子很优雅、很漂亮、很可爱，算是一个正能量的频率在看这个东西啦。那这样过了大概1-2个月吧，就是每一周都去看一次，这样大概有8次吧。那平常我是完全不会去想这个东西。结果呢，有一天我就收到 Sephora 寄来的包裹，我没有买东西哦，我就收到一个包裹，然后打开就是它。那个不是一个寄错的包裹，它就是一个送我的东西。我以为是一个试用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时候它就会送一些试用品，可是它是30ml 的，它不是试用品，它是完整品。然后我又想说，会不会是因为我是会员，然后他可能送一些小礼物？可是我的朋友呢，有一天他来我家，他就说他也是会员，可是他没收到这个东西，所以只有我有欸。然后我真的是蛮开心的，很开心，就是留它到现在，就是会放在桌上看，到现在都还没用，你看几乎是满屏。今天就第一次来用用看好了。好像不是这样喷，喷到脸了。再来跟大家分享我显化无线耳机的故事。这个是 Beats 出的无线耳机，它有一点线，但是它其实是无线的。这个是 AirPod， 就是 Apple 的产品嘛。我怎么显化他们的呢？这是好几年前啦，那时候 Apple 就推出了 AirPod 第1代的。我一开始想说，我想要无线耳机，可是我不需要 Apple 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在心里觉得说，我想要一个无线耳机，可是我不需要 Apple 的。我就这样想了，可能有1个月吧。那时候我们公司常常会有抽奖活动，如果你刚好做满1年或2年或3年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去抽个奖。然后轮到我了，那我刚好做满3年之类的，我就去抽奖。它有个轮盘，上面都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礼物，而且每一个人的礼物都不一样。我就转那个轮盘，就直接就转到这个无线耳机，这个是 Beats 的，它是这样子挂着这样用。但是用一用我就觉得，它还是有点阿杂，虽然说很漂亮很可爱啦，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要显化一台 AirPod。然后我也是在心里想一想，可是 AirPod 不知道多少钱，那我就不想用买的啦。我没有特别用什么方法，就是一个念头而已，我想要一台 AirPod， 这样 AirPod。然后大概也是过了1-2个月吧，有一天就在回家的路上，直接在地上看到它，直接在地上捡到，你知道吗？旁边都没人，
所以也不知道是谁掉的，就好像是老天爷直接放在我面前给我的，然后就捡起来，里面呢有2个耳机是能用的，然后也还蛮干净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没有要拿去警察局，我就是占为己有，不好意思。我就觉得是老天爷给我的嘛，所以你不要叫我去警察局嘛，好不好？可是那个 AirPod 毕竟是用过的嘛，所以用一阵子之后，我就觉得我有点想要一个全新的 AirPod， 就是有一点贪心这样子。我就在心里有那个念头，想要一台全新的 AirPod。后来过了蛮久的，就过了好一阵子，公司就送我一台全新的电脑，再搭配一个全新的 AirPod， 整个就太开心了，超感谢公司，超感谢宇宙。所以那个用过的 AirPod 就送人了，然后这个就是全新的，很开心。到底要怎么显化？其实你刚才听故事，你大概知道方法是怎么样。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先假设你已经拥有它了，你可以找一个代替品很像的东西，或者是在心中想象你已经拥有它了，然后再加上很正面的开心的情绪，这样子就可以吸引到它。开心的情绪很重要，因为就是那个情绪让你有吸引力的。如果说你在想它的时候是没有任何表情，没有任何开心的感觉的话，那就没有吸引力。所以一定要让自己有开心的感觉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常常去看这个东西，其实在看东西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吸引力，当然你看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很开心正面的频率，其实就是一个愿景版的概念，只要常常看它，常常有一个正面的情绪，就会把它吸到你身边。会从什么管道来呢？宇宙很聪明，它会从各种不同的管道来送你礼物，所以有可能是别人送你礼物，或者是你买东西的赠品，或者是抽奖抽中它，或者是你会得到一笔钱，那笔钱刚刚好就是那个东西的价钱，那你可以去买它，或是你会遇到一个超级大特价，让你用很少的钱就可以拥有它，或者是你会直接在地上捡到。宇宙是很厉害的，还会有很多不同的管道，不同的可能性，所以也不要局限自己是什么管道收到哦。那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不要告诉别人你正在显化什么，这是我的原则啦，因为别人通常都会翻白眼，或者是不太相信这一套，他们的一些评价会有点影响到你，所以尽量不要告诉别人哦。要多久才会显化呢？大概有4个因素，第一个是跟你想象的次数有关系，如果你想象越多次，或是你看那个东西越多次，你就会越快吸引到它。第二个是跟你想象的时候的强度有关系，如果你越开心，那个情绪越强的时候，吸引力会越大，就会越快。如果你没有那个情绪，或是只有一点点，吸引力就会很小，就会越慢。而且这个强度是会累积的。假设你今天就想一次，可是那个情绪非常非常非常的强烈，有这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就是一种很开心很开心的感觉的时候，那会超级快，你甚至可能只要想一次就够了。但是如果你想的时候就是情绪就那一点点，就有点像微笑的那种一点点的情绪的话，那你可能要想个5、6次、7、8次，因为那情绪会叠加起来。再来第3点就是跟你的信念有关系，如果你相信你会得到它，那你就越容易显化，也越快可以得到它。可是如果你心里有很多的阻碍，你觉得不太可能吧，或是你不知道会从哪里来，会担心的话，那就没有办法。所以你的信念要很强，其实凡事都是有可能的。Abraham Hicks 曾经说过，你要显化一个城堡还是一个纽扣，对宇宙来讲是一样简单的，只是心里面会有个信念，觉得说纽扣比较简单，城堡比较难。如果你的信念可以打开到什么事都有可能，那连城堡都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开始选东西要先选一个你会相信的，所以每一次你显化一个小物，你的信念其实就会增强一点，那慢慢的信念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，你就可以去显化很多别人觉得不可能的东西。第4点是跟你的自身的频率有关系，如果说你平常就是一个蛮开心或者是蛮平静的人，显化会比较快。可是如果你平常常常不开心，常常在生气或是在抱怨的话，显化会比较慢，就是跟你的频率有关系。假设你今天在想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就是那10分钟很高频率，可是剩下的2、3小时又50分钟你是很不开心的低频率的状态，那也会很慢，甚至是没有办法显化它。所以你也要尽量让你在其他的时间都保持在很高的频率。那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写一下感恩日记，感恩日记可以让你自己的频率呢慢慢的提高，它会让你显化任何东西都变得比较快。我这个影片就是在讲感恩日记的，可以看一下哦。我还有很多吸引力法则的有趣可爱的小故事想跟你们分享哦，可以订阅一下哦。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